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假日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百话特报，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伦好，各位朋友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现在是5月2号台湾时间，所以照理来说啊，这个国会的60天已经到期了。好，那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关注目前美伊谈判的进度。其实伊朗有释出一个讯息哦，也就是呢，他们把最新美伊谈判的提案递交给了巴基斯坦。好，这是伊朗的官方媒体所说哦，他们已经把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这边哦，已经递交了最新的谈判提案。好，但是没有看到提案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好奇啊，说既然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也会交给美国嘛，所以美方的态度是什么？好，我们先看到川普啊，他就是呛瞎说他不满意，我们来听一下。A different approach options. What kind of options? How would it look different? Well, there are options. I mean,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them and finish hi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I mean, those are the options. Do you want to go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I'd and prefer finish him not. forever? On a human basis, I'd prefer not, but that's the option. Do we want to go in there heavy and just blast them away, or do we want to do something?熟悉的川普最对位哦，这个年纪的川普只剩一张嘴哦。那当然呢，他就是讲说这个不满意啦，不进行谈判的替代方案就是把伊朗炸个稀巴烂，能这样做吗？要炸稀巴烂，早就进去炸稀巴烂了啦哈。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川普啊，他又特别呛了伊朗。好，我们来听一下。You know, we're in a war because I think you would agree we cannot let lunatics have a nuclear weapon. Do you agree? Leaders are all gone too. It's part of our problem. We don't know who the hell we're dealing with. They call up, this is Mohammed so and so, and I say, are you a leader? We're looking for a leader. 好，刚才川普不是讲说吗？我们不能让疯子拥有核武，那这样子，川普你也是个疯子，所以你美国也不能拥有吗？如果标准一样的话，那就是美国自己也不能拥有核武啦哈。好，那现在看到了，这到底是不是停火假象呢？因为说现在川普有在密谋恢复公伊未来2周的可能性是最高哦，因为川普已经听取有关于对伊朗潜在军事行动最新方案的简报，好认真的考虑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那借此来打破僵局。尤其彭博社也说啊，这川普未来2周发动的可能性是最高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这样的讯号是不是真的是显示要打仗了呢？好，沙国的美空军基地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美军随时准备参与对伊朗的重新军事行动。好，因为在这个基地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卫星影像嘛，共发现有19架的飞机，所以他们说啊，这样的情况就是相当的不寻常，也就是在备战状态了啦。好，那我们看到美国的空军参谋长阿尔文就说美国仍然在研发 AGM-183A 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好，那美军29号还首度公开了 B-1B 的轰炸机挂载该型飞弹的一个飞行影像。好，那美国呢现在正准备一种新型的高超音速飞弹，好，以备不时之需来打击伊朗的目标。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要求五角大厦向该地区来部署一种新型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好，安装在 B-1 轰炸机上面也清楚的表明美国的空军正在推进将高超音速武器整合到他们最强大的轰炸机之一的上头。那现在美国海军也有动作，我们看到它引入了一个 AI 技术。那赫姆兹的猎雷说几天之内就可以搞定。那也就是因为赫姆兹海峡的水雷嘛是一个很大问题跟威胁，所以为了排除水雷呢，美国海军也在加速提升 AI 的能力，所以将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的时间从过去的数月大幅缩减到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那当然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大药剂嘛看起来好像这个备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这个肌肉越来越大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很期待川普说要把伊朗炸个稀巴烂，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伊朗哦，其实是 nothing to lose 哈，所以呢，有人觉得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哦，他们确实也在思考要如何破除美国封锁。那现在传出啦，会动用一个叫做水雷海豚的新武器。这是伊朗的官员所说啊，他们会动用先前没有使用过的武器来攻击美国的军舰，包含潜艇，甚至是携带水雷的海豚。那穆吉塔巴到现在还没有现身但他的呛虾仍然持续不断哦。他就说，美国在波湾地区的未来没有任何地位，而且美国在战争当中受到颜面尽失的挫败。那伊朗还会继续保有跟掌握荷姆兹海峡，甚至也会继续保有核能力。好，那伊朗的革命卫队甚至也警告说，如果美国再度对伊朗展开攻势，而且重申对荷姆兹海峡的主张，说伊朗将对美国发动漫长且痛苦的报复打击。那美国的军舰将遭遇美国在海湾地区之内的军事基地同样的命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伊朗还是蛮大的底气也不断的呛瞎美国，甚至在他们自己的这个伊朗广场上面还有这样子的符号。好，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这后面是谁啊？就是川普啦哈。好，中间这个就是海峡，他用荷姆兹海峡把川普的嘴缝了起来哈，也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哦。他们是有这样巨大的海报宣示他们对美国是绝对不会放弃哦。好，我们来看到一开始当然就是伊朗官媒说这个谈判的新提案交给了巴基斯坦。好，我们不知道内容啦。好，我们先问将军。我觉得这个提案交给巴基斯坦，由巴基斯坦再转交给美国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案内容一定是非常硬的啦。那这个先不要看内容，我就觉得说川普不可能会接受。我想不外乎第一个要求的，之前他已经讲了嘛，3个步骤，第一个先停战停战之后再来讨论荷姆兹海峡管理的问题，第3个才来讨论浓缩铀的问题那美国来讲的话，他跟以色列第一个就是要谈的就是浓缩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伊朗提这个条件请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可是这个我觉得美国来讲不可能，尤其是川普不可能会接受这个提案，这个不需要去看内容就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双方现在很明显的，我认为说好像双方都有一点在积极备战的样子，但是你仔细去研究，我觉得双方美伊双方都在虚张声势，并不是真的要打。为什么我特别这样讲呢？我们看到美军现在的动作是什么？他除了说我们现在讲的，他要这个新的这种极音速空热型导弹 AGM-183其实昨天还说他要用夜鹰暗鹰的那款这个极音速的导弹，速度可以到达5马赫，射程可以到达1700英里，那不是公里，英里比公里还更远然后速度可以到5马赫，可是美军这个一枚造价要将近1700万美金，但是总共也就8枚。那你想想看，美军有可能要将这种超高音速导弹用在伊朗这个国家吗？我觉得不可能，你就8枚根本就不可能。第二个，就算是它这个183的 AGM-183这种极音速导弹，也不太可能需要用到这边。我觉得你要对付哪一种国家，你用什么样的武器？因为伊朗自己本身已经几乎没有太多的防空的拦截能力我们看到它几乎S300或S400这种拦截的这种弹道飞弹几乎已经是没有了。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你不需要用到这么贵的炸药你大概用一般的飞机的炸弹，然后装个小翅膀，用滑翔的方式就可以达到你攻击的目标。所以我认为这个，那你既然发布这种新闻，我觉得有点在恫吓的意思，因为我不认为说你会把这么贵、这么高超音速的导弹用在对付伊朗这种不需要，他根本就没有防空能力的国家。但是我们反观伊朗也在这个虚张声势，他说他可以要发展这个海豚的鱼雷鱼雷海豚就是以前其实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曾经研究过利用动物来当作武器。譬如说那时候他们研究过，曾经把这个反坦克的炸弹绑在狗的身上，让训练狗去钻在坦克车底下，然后连狗一起炸掉，蛮残忍的，非常残忍，非常残忍。后来也证明不可行，因为狗的动作有时候不是你所能控制的。然后第二个大概也很不符合人道。事实上，你有更好的方式，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呢？我想，这个海豚也是一样如果说是用这种海豚绑这个水雷，第一个这个是不是如你所愿的，这只海豚会认得这一招？它分不清楚
这个动物哪怎么会分得清楚？说这是美国军舰还是这个一般的货轮、游轮，它不太可能分得清楚。当你训练到那种程度，它可以辨别是什么船只的时候，那可能要更长的时间来训练。第二个，我们就一只鱼身上来讲的话，它能够带的弹药重量还是有限的。那这种重量，你是不是足以让美国的军舰受损，也是打上一个很大一个问号。我们看一般的，包括水雷一颗的重量都将近500公斤以上。那就算是鱼雷好了，弹头的火药部分也将近200公斤。那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么重，你才能够达到破坏效果，你怎么可能绑在这个海豚身上？海豚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说，双方现在在虚张声势。那这场战争会不会说是后续来讲，我觉得有可能用谈判方式来解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好，刚才将军讲说，这个伊朗的提交给巴基斯坦的内容不用想也知道，一定很强硬。但我就会好奇啊，那既然强硬，美国一定不会愿意接受，那为何还要做这件事情？永明教授，现在美国跟伊朗处于一个4不状态：不战、不和、不打，然后不谈、不退，也就是不会退，就是彼此的封锁。所以不战，美国现在没有办法再打下去，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伊朗也不希望再打，可是呢，不和，因为双方缺乏严重的互信。然后呢，你看到就是不谈，现在巴基斯坦在努力劝谈，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这边也发声，希望在川习会之前，一直到川习会还保持和谈或者是没有交战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希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伊朗所提出的方案，美国媒体说，这个是美国媒体说，是伊朗说，伊朗可能会考虑缓和对荷姆斯海峡的封锁，但美国这边也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所以也就是说，彼此的这个相互封锁，各退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立互信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你才再进一步去谈这个拿掉制裁，或者是不是要发展核武，还有最重要的浓缩铀。那川普说这个伊朗有核武，这个已经都变成一个假议题了，因为你不是去年都把它核武给炸了吗？而炸到今年就是2月28号到4月7号停火那天39天，你把人家伊朗炸的什么样子的？地毯式的炸1500个以上的目标，他有用核武吗？所以他最多就是浓缩铀，这个浓缩铀还不到武器级，那一直是他作为一个跟你谈判的一个筹码。结果呢，他准备要退的时候，你却把他的整个政府高层48个人加上哈梅尼49个人去集体的轰炸斩首。所以美国现在把自己陷入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这个困境其实现在很多的美国体就在讨论，美国的军队，尤其是海军，历经了整个反恐战争10年的次要角色，然后呢，军舰落伍，结果在这一次战争当中，虽然不是直接的军舰交战、海上交战，可是他的海军真的是没有办法像他们所展现一样，那种纵横七海，掌控所有的海峡，结果一个荷姆斯海峡。没有核武的，只有无人机跟飞弹的伊朗，却把你弄得动弹不得，而不得不退。所以现在我觉得也许双方各自在相互封锁这上面各自主动缓和。现在我觉得那个巴基斯坦跟中国都在这样子劝，但是问题是川普不愿意退。川普不愿意退，因为这是他所剩下最后的一个招数，让他觉得是不是有这个体面。他如果让退的话呢，不只是他自己的决策错误，也让美国整个海军这个就是羞愧。因为上一次赫德塞斯还把那个海军部长，他也是川普的金主啊，居然给开除掉。为什么？因为就是在这个上面，他们现在要找替死的人。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双方各自这个僵持。我们刚刚讲的。不战、不和、不谈、不退，那现在如果你继续在反封锁上面不退的话，在封锁上面不退的话，其实对美国的影响会是最大的。那接下来马上油价可能只剩下黄金时间3到4个礼拜，也就是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全球的油价会开始飙升，而这一飙升是回不来的了。
所以川普可能一定要考虑清楚，在你去北京之前，在油价飙升之前，你一定要采取就是减缓对伊朗港口封锁的作为。好，但是川普在60几天之内常常都已经给他铺了台阶，他就不下。好，这种态度就会觉得他太要面子了，斌哥。川普最近其实很明显的在暴跳如雷，他甚至说现在谁说他还没赢的，就是叛国，就直接连这种都讲出来。这个大帽子扣得真大。对啊，所以你说他已经急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他现在一直在嘘声恫吓，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你讲了这么多，你都没做。那请问一下，人家还会被你吓倒吗？恐怕很难吧。你如果真的有本事去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你不早就做了吗？何必等到今天？就问题就是你做不到嘛。所以现在故意再放一些消息，说他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我觉得都没意义。伊朗现在看起来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你要玩，我就陪你玩到底，我就奉陪到底，我就跟你拖，因为他知道美国劳师远征的到万里之外来，现在他在中东的基地又真的是被人家炸得稀巴烂了。那请问一下，美军到底能够在那边支撑多久？所以我觉得伊朗就是抱定这个主意，就是跟你耗，你要么接受我的条件，要么我们大家就耗下去吧，看你美国准备要动用多少资源来去玩这一场游戏。那现在就故意放这些消息啊，说什么用 AGM-183，AGM-183对，号称它是极音速武器，可以到7，甚至有人宣传说它可以到20马赫。但是问题是，美国在2024年以前做了5次试验，4次失败，所以他本来计划都停下来了，然后现在又拨了一笔钱，所以2026又开始再重新再做测试。所以他怎么这个东西哪是拿去打伊朗的？这个东西是美国自己都还没有研发成功的东西，你要去唬谁啊？然后所有 AI 技术可以在水下扫雷，几天就可以完成。问题是你现在有办法把你的水下无人机载具派到荷姆兹海峡吗？就没有啊。你忘了吗？上次美国派军舰进去晃一圈就跑出来，为什么？因为怕待久了会被攻击啊。你就是没有办法在那边待嘛，所以你讲这个有什么用呢？其实有，早就60几天内都已经做了嘛。你如果真的这么厉害，你现在已经把它清掉了，不是吗？所以讲这些都没有意义了。那当然，伊朗这边也在那边讲说他有什么最后的杀手锏啊，什么什么武器啊都要拿出来，我觉得也是唬烂的居多了。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唬人。那双方反正无所谓啊。我觉得现在伊朗就是陪川普在玩这个游戏，就是呢，你喜欢胡说八道，我也跟你一起胡说八道，然后大家都在那边比，反正输人不输阵嘛，你嘴我也嘴嘛。可是到最后，我个人是认为啦，再这样持续拖下去，对美国来讲实在是很不利。所以美国官员已经告诉你，其实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因为到5月1号就已经不能再打了。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谈判解决居多吧。好，那到底怎么样的结束我们还是要再看下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人嘛。好，最近台湾政坛上面蛮多人这样讨论，就没想到，台湾领先全世界，连川普也是类似呢。哈，我们看到了川普，最近他说他看到了激进左派在讲，我们没有赢，我们没有赢，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军队了，这令人难以置信哦。川普说，我事实上认为这都是叛国，好吗？你想知道真相吗？他说这是叛国，所以美国人不可以说我们没有赢伊朗如果你讲了这句话，你就是叛国。好，那当然，川普现在呢，在一个演讲途中抱怨麦克风设定他讲了什么？我们来听一下。Country, tell them to turn up the microphone, will you please? Turn up the mic. You know, I hate it. You pay these guys a lot of money, and I'm screaming my ass off because the mic is no good. Turn the mic up, please. 他其实讲话已经蛮大声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把音量再调高。好，当然呢，他也被问到是否讨论过穿防弹背心因为之前这个暗杀未遂这么多次那他就说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看起来重20磅的样子果然非常注重形象跟人设好，那当然美伊停火，川普说已经终止双方的敌对行动。根本不需要国会授权就可以继续维持这项冲突。而国会预期针对战争权利法案的期限已经在
1号的时候届满了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他有他自己的解释方法。好，那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则认为啊，对川普关于伊朗战争已经结束的说法，他认为是胡说八道，nonsense 哦。好，那现在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发言时其实也遭到抗议者打断说太卑鄙了。好，这个是美国的反战组织粉红色代码的抗议者。好，我们来看看他骂什么。Warriors. You should be arrested. What you're doing is despicable. The American people do not want to go to this war. We don't want to fight a war for any people. This is not acceptable. 好，如果类似这样的状况这么多的话，代表美国人真的是蛮大多数人是真的蛮反战的哈。好，他说我们不想为以色列而战，也是一语道破了现在一个核心的问题点。好，那他也说啊，这个赫格塞斯是一个战争罪犯，应该被捕，他的行为非常可耻，要受到法律制裁。好，那美国的参议院也指控说，赫格塞斯说话危险的过度夸大，未能准确的提供实际的战况给川普。好，直言只告诉川普他想听到的，而不是他需要听到的。好，这一位李德呢，美国参议员他说啊，其实当美军官兵身陷险境时，赫格塞斯却把时间花在个人优先的事项，例如改组五角大厦。好，我们来听听李德怎么讲。And yet, Secretary Hexted, you declared victory a month ago. On April 8th, you said, in your words, Operation Epic Fury was a historic and overwhelming victory. Mr. Secretary, I am concerned that you have been telling the president what he wants to hear instead of what he needs to hear. Bold assurances of success are a disservice to both the commander-in-chief and the troops who risk their lives based on them. 好，现在大家对于前线的一些战况认为都无视于安全警告，甚至有民主党议员说，赫格塞斯就没有视这个警告嘛，导致6名的美军士兵在伊朗无人机袭击当中丧命。他说啊，这件事情比班加西事件还严重。好，班加西是在2012年9月11号，是利比亚。好，那针对的就是美国领事馆还有 CIA 的基地有发生这个致命的袭击，那导致有4人死亡。好，那当然当时奥巴马也被批评说是无视安全警告，所以现在2012事情也拿来跟2026年的伊朗战争来做相比。好，那也打脸美国国防部称伊朗战争只花了250亿但是外媒有实际铺的实际成本那是根据内部的评估官员透露，自开战以来实际成本应该已经接近了是500亿美元。好，那川普现在还说啊，我们美军真的有点像海盗大家就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啊？他说船停了下来说出动了这个拖船，接着我们登船掌控了一切那接管了船只、货物跟石油，这类的行为简直就像海盗一样，是一名非常赚钱的生意。好，人家骂你海盗你不承认就算了，还自己承认好，那当然停火未稳川普现在绕过国会启动了紧急授权批准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案对象包含以色列、卡达、科威特跟阿联酋，希望能够强化区域的军事部署。好，那我们还看到了现在的一开始也就是川普他认为说啊，敢说美国没有赢伊朗的，他觉得就是叛国。我们问永明教授，昨天5月1号是国际劳动节但是在美国，它的 Labor Day 是在9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可是昨天5月1号，在美国各主要城市都在举行抗议，反战、反川普，而且都是年轻人参加。为什么5月1号会是这个重要时间点？60天到了，依据1973年美国通过的战争法案，总统如果对外发动战争行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话，你60天到，你就要撤军。你在撤军的时候可以有30天时间撤军，但这30天你不可以再发动战争行动。现在2月28号，伊朗受到美国跟以色列的轰炸，美国是在就是军事行动的48小时之内要向国会报告，所以3月2号他向国会报告，3月2号加60天就是5月1号。现在美国内部就在吵，你这个5月1号你要撤军啊，所以川普昨天就写了一封信给国会，说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 terminated， 已经结束了。那赫德塞斯怎么说？
因为我们在4月7号就已经停火了，所以要先按下暂停键。所以呢，这个60天呢，到4月7号是39天了，我们就暂停。那美国的参议员都搞不懂暂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难道你之后可以再恢复吗？所以你有60天可以打游戏一样。好，这个60天不是这个意思，是你没有如果得到国会的授权，你就要撤军的。其实现在普遍认为他要撤军，但昨天川普就写信给国会，《纽约时报》就整理了一下，目前光共和党就已经有5位参议员要求川普要撤军。国会里面参议员共和党是53，民主党加上独立选政党的47，所以只要有4个参议员跳过来，那基本上他就会通过决议，你必须要撤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到底4月7号之后，美国开始进行的封锁算不算战争行为？如果依照国际法，军事封锁当然是战争行为。是，但是川普跟赫德塞斯的解读是不是？我那个是基本上是在针对伊朗的封锁的反制，所以我们的战争行为已经结束，我不需要再寻求什么60天再给我合法的授权，没有了，你们也不需要讨论。哇，这个就变成一个大的宪法问题。其实这个也变成美国的总统跟国会的权力的竞争，当然也会影响到年底的选举。5位的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已经明显的表态，缅因州、阿拉斯加州，还有呢密苏里州。所以接下来下个礼拜会是美国参议院跟美国总统川普之间的一个竞争。那这个东西当然会影响到川普是不是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封锁情况会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说他愿意退让？再加上再隔1个礼拜他又要去北京，如果他能去的话，所以我个人预测下个礼拜川普这边也许会有一些缓和的作为，也不一定。好，反正现在川普政府就是给高了硬凹下去就对了好，彬哥怎么看？看到川普这个作为，我只想说一句：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你看这个川普完全是向赖清德看齐啊，什么东西就给你自己发明解释，自己在那边鬼扯，然后自圆其说，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摆明就是在给你凹嘛。那问题是，他凹了，你又能拿他怎样呢？他权力这么大，对不对？国会其实也拿他没什么辙，他反正就自己在那边胡说八道、胡乱解释。但是我其实给川普一个良心的建议，其实你可以现在这个时候利用国会的对你的限制，你就说啊，因为国会限制我，所以我必须要撤军，我没办法，你就离开了，不是比较好吗？你在中东继续这样烂下去，请问一下，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拖得越久，其实你受到的伤害是越大。那当然，这就要看他自己怎么想。但是川普现在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他身边围绕了一群太监，这一群太监每天就是哄皇上开心，就讲一些川普喜欢听的话。赫尔塞斯真的就是这样的人啊，该做的正事不做啊，每天就告诉他你又赢了，好棒哦，我们这美军最厉害，好强哦，美国到哪里都赢哦。那川普听了就很爽，可是问题是听了很爽，然后呢？然后你是让川普陷入更艰难的局面。赫格塞斯就在做这个事啊，所以怎么办呢？但是川普就喜欢这样，川普就是喜欢人家捧着他，那所以他自己找了一群太监来当他的幕僚，那当然自己就过皇上而已，就准备要付出代价。那老实说，我认为赫格塞斯一定隐匿了很多情报没有跟川普讲，所以导致美军在战场上越陷越深。那美军遭受到了这一些挫败跟损失，赫格塞斯大概都是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去跟川普说，所以让川普觉得说那都是外界在大惊小怪，在故意造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又跟台湾很像？我们台湾现在不是也是一样吗？发生什么事情都是阿共的问题啊，都是别人在认知作战造谣。所以当川普走向赖清德这条老路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得到他接下来做事会越来越夸张。因为他就是喜欢这样做哦，原来不是赖清德走向川普，而是川普走向赖清德哈。好，将军，这个有关于美国总统战争授权法这个60天的限制哦，其实在奥巴马的时候他就没有遵守。奥巴马那时候2011年打利比亚的时候，那时候60天到期后，
然后他说我没有再打了。为什么没有再打？因为我没有地面作战，我只是空中轰炸而已，而且我是支援北约在打这场战争哦，所以话都是他们在讲啊。所以我觉得川普来讲，当然会编很多理由。那这次来讲，他说他按下暂停键，这也是一个笑话。那美国打这场战争是不是只花250亿美金？25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我跟各位报告哈，美国一艘航空母舰福特号的造价是130亿美金，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它光打出去的武器就已经是2艘航空母舰。那如果说是按照它年度国防预算的话，9000多亿美金来讲的话，大概130亿，也将近花掉了快1/9这么多。那一场战争你就花了这么多，但事实上可能不止250亿。为什么大家讲说不止250亿？这250亿可能是你消耗掉的武器装备，譬如说是爱国者导弹、萨德系统或者是你的这种战斧巡弋导弹，他们这样算起来大概就250亿。可是你损失的部分你有没有加进去？然后有一些无形的这种耗损你有没有算进去？我举个例子，我不晓得这250亿有没有包括到萨德系统一开始被打掉，那个也是很贵的一个雷达系统然后2套的所谓的这种雷达系统是不是铺路爪雷达萨德系统雷达这都被攻击掉了。那另外来讲，我们看到它的战损包括到有这个E3预警机被击落，自己2架 KC-135加油机在空中相撞，还有预警机被轰掉，还有我们看到上次为了救援那个这个迫降的那个飞官然后损失了大概6、7架的战机，包括到 C-13啦，包括到它的小型的直升机啦等等，光这些战损，其实你算算看，我觉得不止。其实除此之外，打仗是非常花钱的，还有很多譬如说你现在阵亡的这13个士兵，你后续的抚恤金你算进去没有？美国这个士兵的命是很珍贵的了，你你要花多少钱去抚恤啊？那受伤你说200-300个受伤，那后续这些医疗的费用，甚至于如果说是他重度伤残的话，你还要养他一辈子的，所以这些钱算进去，其实大家估算的没错，只要这些钱算进去，大家外媒就估计最少500亿美金，大概就已经打掉这个你年度预算将近这个1/5的将近1/5钱已经花掉了。那之所以美军现在在海上伊朗海上干这种抢夺人家伊朗的油轮跟货轮，那真的跟海盗是没有两样。对，他都自己承认了嘛，所以隐藏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光哲。先来介绍这一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退役中将帅化敏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军损失惨重，伊朗还有杀手锏吗？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宣称伊朗正在准备测试一枚大约4000公里的大型飞弹。好，那现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现在有人控五角大厦说谎伊朗的外长称美伊冲突已经耗损了美国将近1000亿美元。好，这个是伊朗的外长阿拉奇说，他说五角大厦在说谎，纳坦雅胡的政治赌博至今已经让美国直接损失了1000亿美元，是其声称的4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成长当中。好，那现在 CNN 说到底损失多惨重呢？至少16座基地CNN 报道说，在调查伊朗初期的攻击之下呢，美国在中东8个国家的至少16个基地严重受损。那一名这个熟识当前情况的美国消息人士说，他说从来没有改变美军基地的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迅速而且针对性的打击，而且称现在使用的都是先进科技执行。然后问题来了，川普怎么讲？说美国没有赢就是叛国，他现在怒轰说，伊朗的军队全没了。他说川普认为说这些声称美国并未在伊朗战争中获胜的言论，形同都是叛国。但事实上呢，伊朗根本连半点军队都不剩了。川普这样讲。那现在呢，包括了是不是赫格塞斯的牛皮吹太大哀轰呢？我们看看这段画面。 And yet, Secretary Hegseth, you declared victory a month ago. On April 8th, you said, in your words, Operation Epic Fury was a historic and overwhelming victory. Mr. Secretary, I am concerned that you have been telling the president what he wants to hear instead of what he needs to hear.
Bold assurances of success are a disservice to both the commander-in-chief and the troops who risk their lives based on them. 好，所以会不会是牛皮吹大炮，导致川普误判的？那现在川普还想继续打吗？但美国人是摇头啊，现在不满意伊朗的新提案。川普说啊，美军不会提早结束武装冲突。好，这个是伊朗通讯社里面写到说，伊朗4月30号呢，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与这个美国谈判的最新提案。那川普又讲说，他们想要达成协议但他不是很满意。美国不会提早结束跟伊朗之间的武装冲突，然后问题又在3年之后出现。所以川普又在继续讲，继续骂。我们听看川普怎么说。A different approach options. What kind of options? How would it look different? There are options. I mean,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and finish hi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I mean, those are the options. Do you want to go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I'd prefer not. On a human basis, I'd prefer not, but that's the option. Do we want to go in there heavy and just blast him away, or do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好，不满意这个伊朗的提案川普说要把他们炸个稀巴烂炸坏他们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还是持续的有这个情绪在。但问题现在来了，现在来自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苏丹王子的空军基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参加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包括了E3的预警机跟E11的预警机，则分散在机场各处。那根据统计呢，基地共有停放了19架的预警机。这对于通常停放大型飞机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来说相当罕见。那现在呢，美国的国务院呢也核准了向中东4国出售武器批准了向科威特出售价值约25亿美元的综合战斗指挥系统跟它的装备。那也批准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9.9亿美元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那也向卡达出售了40亿美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包括还有阿联酋出售了1.4亿美元的先进精确的杀伤武器。那美国最尖端的这些战舰呢，现在也被迫撤离，是不是对伊朗？是不是伊朗大战呢重创了美国海军的实力因为包括了像福特号停工，包括了史坦尼斯号这个建造延期，包括杜鲁门号现在也进场维修尼米兹号呢现在即将退役。就有官员警告说，现在海军的航母数量很可能会低于法定的最低要求，这可能是10年来的首次。那现在呢，包括了这个华油也报道说，现在讲伊朗战争仅剩2个月，反战声量直逼越战程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60%的民众认为发动伊朗的战争是一个大错误美国里面最新的民调显示，60%这数字非常的大所以会不会对美国现在决策来说也会产生压力呢？先请教孙将军怎么看？如果川普的话能听呢，我讲难听的话，狗都不吃屎了。伊朗人没有军队了，那你可以堂堂正正登陆就占领这个国家，他没有军队对不对？那显然不是这样嘛所以他的话你要反过来听，所以他怕人家不听，还讲什么？你不赞成我说赢的话，你就是叛国你逼得大家都要说赢。对，赫克塞斯是标准的一个马屁精，他讲话完全是揣摩上意在讲，那他被人家质询的就很难看了。人家问你，你还有什么选项？赫克塞斯答不出来，而且据美国军队的反应，赫克塞斯是标准的报喜不报忧，对川普也有导误作用。每次都讲战场上我们怎么样。那实际呢，我们当初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没有什么实际的战报。现在 CNN 一样卫星照片给你比对，17座基地都被炸得很惨。对那美国它的审计部分的单位说260亿美金，人家说你估了没有？基地被炸修复要不要钱？你损耗的弹药要恢复库存要不要钱？怎么算都上千亿是这个天文数字，而且你的战略目标达成没有？你一开始说我对伊朗是速战速决，速战可是没速决。对，而且最糟糕的现在是叫做骑虎难下，打也不是，退也不是。现在川普面临是他这一辈子最尴尬的时候，又要面子，又拿不出理子。你说我把它炸个稀巴烂，那伊朗已经被你炸了那么多天了，再炸又能炸出什么成果呢？而且伊朗就对你开出相对应的菜单，
你炸我的发电厂，我就打你哪些，包含海湾国家的发电厂跟水源基地跟这个淡水供应厂，这是很严重的哦。是你炸我什么，我就炸你什么，它都有对策。最主要就是说，伊朗它有武器啊，你并没有把它消耗到库存呢、因为伊朗除了库存的量很多，而且还有军火工厂在里面，它可以源源不绝。美国现在在拼命搞着这个休战的时期，就拼命往前补啊，补里面还不忘记捞钱。海湾国家你要买几十亿，你要买几十亿，你逼他买军售啊，就是逼他要跟伊朗开仗。其实海湾国家已经不想跟伊朗打，这个状况有点跟台湾一样，你不买军售啊，就代表你没有作战意志，你买了呢就会刺激对方，这个手法完全一样。美国是个很精明的商人，尤其是川普这边亏了这么多钱，他不从海湾这些肥羊国家再捞一点回来吗？他有2个好处嘛，第一个拿钱嘛，第二个你会跟我站在一起来对抗伊朗。事实上，海湾国家很早都想，拜托伊朗这个事解决了，我的油可以卖出去，这是人家海湾国家的命根子。所以你今天讲，你说再炸吧，我看他只能做的什么，持续封锁。海格斯讲的那个不要脸的话，就是说我4月8号停火了，这我的60天里面还有的20天可以用，但是你用20天去炸吧，你就违反国会的规定。是，你说我用封锁吧，这是可能川普最可能走的一条路，不死人嘛？封锁吗？那在国际法里面规定，封锁也是战争行为，你能不能得到国会的同意的解释？民主党就讲说你这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为什么我讲川普家务事闹得一塌糊涂，900万人上街喊 No King 反对你的，关税要退钱了，通货膨胀解决不了，油价又要上涨，丑闻的事情要弄，你要川习会又迫在眉睫，是想脱身又没办法脱身，这是最尴尬的时候。我猜啊，他最有可能就是什么封锁，但是你封锁伊朗又放一个话出来了，现在你已经怕我的导弹跟这个无人机，你的航母已经退到1000公里以外，我现在在试验4000公里的飞弹，那你还要退多远？换句话说，你的封锁可能也将来做不成。是你封锁是在曼达海峡里面，已经距离这个霍姆兹海峡很远了，27条船。如果伊朗的中程飞弹再发展的好一点，因为俄罗斯不可能不给伊朗某些技术性的资源，中国不可能不供一些原料进去，所以伊朗也趁这个机会，他在测试4000公里。严格讲起来，它不需要4000，它能够打2000、3000，美国的航母就等于没有用了，因为航母是唯一能够把美国飞机送到伊朗来炸的。如果你退到1000公里以外啊，那飞机就不敢进来。现在是靠加油机给你运补，飞机加油让你来炸。是你要退到2000公里以外的时候，你根本加油机也管不上用处。所以美国每出的这一招，伊朗都有破解的办法。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讲，伊朗这个局，美国是没有办法善了的。你又要面子，只能靠吹牛，只能靠英文叫做 bluff， 在那里虚张声势。实际上呢，你陆战队有5000多个人在海上漂了2个月了，干嘛？该登陆了吧？既然伊朗没军队，你可以登陆了吧？没有，陆战不敢做，炸又炸不出个成果。那伊朗还有足够的武器跟你玩，是，而且美国的库存已经严重的不足了。战场上的库存靠最近800多架飞机在那里调拨，其中有400架交给以色列。换句话说，以后这个仗是交给以色列来打，他远远的在很远的地方封锁，这是我预测他下一步可能行。好，请教李大忠老师。对，其实川普现在还是面临到很多这种国内的一个危机啦，主要是从民调来看，是他一个很重大的警讯。因为这民调不只是他整体支持度的这个低落啊，其实还是一个老百姓对于美国目前在这个伊朗战争无法抽身，到底支不支持？对，如果根据 ABC 他们最新的民调来显示来显示说，其实大概有
只有60%的人，但59%大概是支持，那大部分是不支持。那有更高的比例认为说成功或不成功，只有19%认为是成功，39%认为是不成功。那还有4%认为说可能还要再判断一下。对，这些对川普的这个怎么讲宣传来说都不是好的一个消息。那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我们注意一下，4月2号1个月之前，川普不是有一个战争的演说吗？4月2号，对，它里面要推销的一个逻辑或是一个辩护逻辑是说，我们目前并没有真正陷入所谓的持久战、消耗战，对伊朗完全不是这回事。我们用兵才几十天而已，没有多少天，而且它是在对比美国在历史上所投入的重大战争，从一战，当时川普的演说中是我们一战才总共美国才陷入这一年7个月。2战3年8个月，那打完2战之后呢，韩战3年1个月，那深陷最久的美国的战争而且是对美国的社会造成很大的分裂是越战，19年从1955年56年开始，从美国投入这个军事顾问开始到1975年结束19年。伊拉克战争，川普的演说是讲8年，所以代表说我们才动用武力几十天。那再看看前2天，美国战争部长在美国的国会作证的时候，他用的是一样的逻辑，他在提醒美国老百姓说：“我们现在才60天，而且我们基本上已经宣告告一段落。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封锁，强力施压伊朗。但是呢，其实这里面会有很特别的一个民调的反应，因为目前反对战争认为是错误的决策是59%。那59%为什么美国的媒体会拿这数字来做个对比？将近60%。60%，他说那个越战打了这么久，59%反对已经是到了1971年左右。那伊拉克战争美国进行的是8年，出现到这种59%的人反对的时候，已经是战争大概进入到第3年、第4年的时候。是，所以问题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赫尔塞斯特别讲到说，我们目前美军才阵亡13人我们知道越战打这么久，美军光阵亡数目就58000人，美军的负伤30万人，15万人是要到医院治疗的。所以站在川普的逻辑是说，你们把数字摊开来看，老百姓应该会认为说，我们战争的成本花得比较低，是没有什么人民的死伤，而且不是泥沼战，不是持久战、消耗战。当然，战争的经费是一回事，但是从民调来看，不是很买单。还有一个民调比较担心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经过这次最新的民调，60%还是在担心经济，就是经济的议题，就是石油能源这个是一连串的。那还有将近快60%的民众担心什么？他说：“我担心未来不是会更安定、更安全，因为可能会有恐攻，后面还会很重大的议题。”所以这些都是对川普来说，我觉得是他目前很想要解决、说服老百姓、说服支持者，但不那么容易。还有一个地方是 MAGA， 因为根据民调来看 ，MAGA 支持者目前萎缩的不多，大概还有80%多还支持川普。是，但是川普民调那么低的原因，是因为非 MAGA 派的共和党支持者可能是有一些跑掉了。那因为川普之前所呈现的这个他的一个政策的重大目标是说，我不会深陷海外的战事，不随便干预，一定是美国优先。但是碰到了伊朗，就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例外，所以他不太容易能够很从容的、华丽的转身，能够向国内解释说这场战争有必要，而且到现在为什么好像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能够达成他的所设定的目标。是，好，请教严正声老师。我想很简单，就是伊朗他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的战力相比，但是呢，它可以在你波斯湾、你的盟友这边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叫做 collateral damage， 就是你间接这些国家都被伊朗打了，那变成是说，过去大家会以为有美国的基地有美国的保护伞，有美国的驻军，或者有美国的这个战机在我这里更安全，结果不是，反而成为目标那而且不仅是这个军事的，甚至还有一些民间的也变成了目标，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让海湾国家会觉得说，我们陪着你美国，结果受了很大伤害。好，没关系，受了很多伤害，可是你还帮我们把我们的刚才这样讲，把波斯湾、把这赫姆兹海峡在外面去把它封锁了，那不是变成是连我们的经济命脉也被你伤到？是，那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很多人都会讲到说波斯湾就是原油的出入天然气甚至是肥料等等，但是也有1/3左右的这些国家的粮食是要从外面进来。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人道的问题啊，就是对不起啊，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土地沙漠比较多，比较少农地啊，那粮食是不够的。如果今天川普要去想粮食未来，当然粮食是可以用空投没有问题，但是你也是还是有所冲击，所以我认为这一个战争，它的这些金主这个海湾国家的川普的金主大概也会给川普一些压力，那希望能够结束。至于川普常常需要去吹嘘，你吹嘘可以，可是你一吹完以后就自己打嘴巴，就是永远是不是一致的嘛。你一说伊朗已经打烂了，你们已经赢麻了那你就赢了，那为什么还需要再继续要跟他谈，然后还要接受，伊朗还可以提条件按照道理你赢麻了，应该是无条件投降对，你就占领了嘛，对不对？结果根本不是这回事。那赫格塞斯更糟糕，在那边去讲我本来就是想最近看那个参议院在投票的时候，就有关战争这个授权法的这部分，那本来是共和党一定会跑一票Kentucky 的这个参议员 Rand Paul 他是孤立主义者，一定跑。那民主党也跑一票就是费城的宾州的这个参议员 John Fetterman， 可最近这一次那个缅因州那个女参议员 Susan Collins 也跑票了所以就表示说他因为今年下面要面临选举，所以如果再下去拖，我认为有一些参议员要面临选举，他会担心他可能再下一个授权法，他就不会就是站在你川普这一边跑掉了，可能会跑掉了。所以我感觉上川普你赫格塞斯意思，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打出漂亮一点成绩你们就会觉得就可以退了。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我常讲的这个战争这个打下去的一个陷阱，是就是你会不断的升高而没有办法结束。那你现在就总希望能够结束，结果反而没有结束。那这些参议员慢慢会跑票，会有更多的质询是对赫格塞斯这个我们讲贺排长觉得说你真的是不堪大任的。好，再来看到那美军跟伊朗都打成这样子的话，那美国怎么来战中国呢？现在美国的将领也警告说，中国大陆的威胁远超过你的想象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的话，伊朗根本不够看。怎么说呢？这个是美国海军的陆战队设施与这个后勤副司令他说万一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发生冲突的话呢，目前暂时停火的伊朗战争呢，相形见绌。他说想一想我们目前在伊朗所面对到的复杂跟困难，然后扪心自问一下，当我们要对抗一个 GDP 位居世界第2的国家，要如何来做回应跟因应？好，那现在呢，这个突破了260架，现在轰6饱和攻击覆盖整个西太平洋，现在美军的这个关岛的基地它的生存能力也应该重新被评估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亚洲国防安全网站现在发表的文章，说中国的轰6轰炸机数量已经突破了260架，那其中呢为最新型的这个轰6K、轰62的总数呢更是超过了120架。那这些战机在搭载鹰击21高超音速的导弹，还有包括长剑20的巡航导弹的情况之下呢，在打击它的范围能够足以覆盖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迫使美国重新评估航母介入地区冲突的风险，还有包括关岛地区的生存能力。那另外呢，全面升级解放军的运20B装中国芯，现在专家说顶级的远程投送能力。中国自主研发的军用运输机运20这个家族呢出现了一个新型的改良机叫运20B， 近期正式亮相，而且执行在韩志愿的这个军烈士上面的这些来迎回任务。那这个运20B呢，最核心的是它升级在全面换装中国芯的国产发动机。好，另外一方面来看到，现在美国跟日本的联合军演现在锁定了台湾附近的岛屿，那解放军呢也在台海附近的活动突然暴增。现在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跟那个陆上总队5月17号在22号将首次在台湾附近西南偏远的这些岛屿这边举行这个演习。西南岛屿应该在这里举办演习。那现在呢，包括了
包括现在包括美军的陆战队呢，要指挥跟管制演习。那国防部呢，现在也公布了最新的动态包括解放军的军舰在台湾周边的这些活动频率出现显著升温的迹象。从5月1号上午6点到5月2号上午6点为止总共侦获共机29架次，共建6架次，还有公务船2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那现在菲律宾呢现在的民团要到南海现在呢驾水上摩托车来挥国旗来示威主权。我们看看这段画面。Our drones were not able to take off due to some warnings errors, and there's one error that says CAAC unregistered, or ibig sabihin nun, kailangan natin i-register yung drones natin sa China or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echnically, nasa airspace mo yun. The equipment that we have was blocked by CAAC, and it seems like they are owning the airspace of the sea. 搞了老半天了，结果被打脸。那现在看到美国现在是不是也离不开中国？怎么说呢？这个是美国的知名网红甲亢哥，他最近手机掉到海里面，他崩溃了。来看看这段画面。喂，我疯掉！My Chinese phone fell. His phone fell. I went all the way to China to get that phone.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stream, I won't have my 中国手机。他还讲中文去年在中国买的手机，没想到呢，哇，不得了，要价$4000的华为3折手机，现在掉到海里面，他当下情绪崩溃。好，那不止这个甲亢哥了，现在呢，黄仁勋香恐怕也要丢掉中国大陆，因为现在辉达的 H200遭卡死，华为的 AI 晶片呢飙60%夺下霸主。那辉达的 H200的晶片呢，虽然已经获得美中双方的这些核准许可，但因为两国在销售条件上仍然有些歧见，所以呢持续卡关。那根据路透的报道呢，受惠于 DeepSeek 上周发表专为华为晶片优化的 V4 AI 模型那华为升腾950系列的这个晶片的需求急剧升温，那包括了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等中国网络的巨头纷纷抢下订单，现在市场的热度超乎预期。那现在问题来了，不止像目前面对到的情况，包括辉达之外呢，像连苹果库克交棒了新的 CEO 那个特纳斯呢，现在锁定中国。现在呢，特纳斯接任之后呢，他的核心挑战就是如何在供应链安全、全球扩张还有中国市场的联系当中能够取得平衡。那除了这样之外，除了这些包括辉达、包括苹果之外呢，现在美国人流行干嘛？制定中国建材，包括5金房子要盖得好，省下数字蛮可观的，$10万，大概300万台币。所以呢，包括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建筑的成本呢不断的在飙升当中。那现在美国的现在中产家呢正在兴起一个直接从中国进口房屋建材的一个新的风潮。那根据 CNN 报道呢，现在越来越多屋主选择绕过本地的零售商，我直接跟中国工厂来订货，包括厨具瓷砖门窗甚至整个住宅所要的这些建材呢，都直接来订，夯不啷当呢可以省下$10万。先请教帅将军怎么看？首先，这个甲亢哥的花絮我就不评论了，重点我要看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对峙的问题。是，你前面将来报了一大堆轰六 K 的问题这代表什么意义？你知道吗？基本上我们看历史美国在2次大战能赢，它是一个制造大国，它可以绵绵不绝地提供军火跟战力到战场上去。今天谁是制造大国？是中国。但是中国对外宣称的，跟他实际做的是防御性的，他并不想跟你发展为攻击性的。但是防御性里面一个，我在美参大里学到一个战术，叫做 active defense， 积极防御。积极防御就是我是防御的，但是我要把我的打击能量往外伸，是阻止你。因为什么？美国对外国的侵略都是航空母舰带头，带着大批的军舰跟这个登陆部队到人家国家去入侵。2次大战都是这样。那现在中国大陆就是说，我的反舰飞弹跟超高音速飞弹已经把你推在2000公里以外，这还不满足。
现在要用轰6K 运输机带鹰击飞弹直接 cover 到你关岛。我请问，当你美国的航母被拒止在关岛更远的地方，你凭什么对中国发起攻击？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个防卫性的 active defense 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从渤海湾一直到珠江流域，中间的北京、上海、杭州、绍兴、广州、深圳、香港，这是中国最有钱、最繁华，而这个地方都靠近海岸。如果中国把自己的防卫圈不向外扩张的话，那就很容易被人家的中程导弹，像 Tomahawk 中程飞弹的攻击，而造成我经济区的大乱。所以他在防卫中国的必要的程度之下，他不断的向太平洋中间去推进。那现在他推进的条件够不够？我们光看四川舰，听起来是一个2栖登陆舰，它的甲板就比美国的华盛顿号要宽，它是54公尺，华盛顿是33公尺。它上面可以带的飞机是不是带的更多？它带的更多的攻11，就是说它下面又可以放很多弹库，包含鹰击飞弹。那这个准航母啊，就比航母的攻击性还要强，它可以配合航母。所以这一条船，它光是这个空中的预警机，从彩虹5、彩虹7、翼龙到攻11，你看它有多少？那彩虹5、彩虹7是高空的监视范围，翼龙是察打一体的，然后到它的攻11，光无人机的领域里面，它已经包含了从太空一直到海面，它的全程监视加上它的攻击力量。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态势，就是说中国的姿态说，我并不去跟你美国决战，但是你绝对没有能力来进犯中国。所以这个问题，台湾问题就自然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今天我们花那么多钱，希望美国来保护，我们不说他有没有意愿，我们只说他有没有能力。我们要不要花这个冤枉钱？好，我们休息一下，光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请教李大忠老师怎么看美国跟日本的联合演训情况？因为类似演习其实都是行之多年啊，因为我们知道美日同盟班对双方而言就很关键。那过去10多年来，其实日本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比如说他在整个这个所谓的不管是云纳国岛，或是说所谓的这个宫古石垣，或是奄美大岛，或是琉球的本身，他做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些强化军事设施啊，比如说沿岸的监视的设备啦，或是所谓的这个陆基的一些反舰飞弹、防空飞弹，或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强化他们所谓的西南诸岛防卫能力。那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跟美国共同的协作。那这个是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局势如何的演进，都会这样做。我再补充一个，因为最近几天有一个新的新闻，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川普马上就要去中国大陆访问，是。而这2天美国媒体传出个讯息说，美国也日本正在积极的安排，在这次所谓的访问中国的行程里面加一个也去日本，这个是日本媒体所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川普跟习近平在这韩国碰面，是之后。川普说要去访问中国大陆，可是那时候我们看高市早苗政府协助先任一次，3月份今年3月访问这个华府，去了白宫。那这次如果成功的话，又是第2次，意思是说日本希望的是美日关系还是很重要，在这次出访里面顺道还是可以访问日本。OK，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他跑。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请教严正春老师啊！哇，我看到吓一跳，现在美国人居然流行跟中国直接来订建材，包括5金啊，房子直接盖得好，可以省下10万美金呢。哦，这样子哦，我自己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我的房子我自己把它整个从1层楼顶起来到2层楼，所以我们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做啊。
那个时候就是你自己当工头，找人家来水电的啊，什么各种不同的来做嘛。美国是盖房子人的天堂，因为它那个木头真多，所以美国是木头的多。但是呢，现在这原木啊比较贵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在美国就发现啊，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就是一整套，当年啊叫做 entertainment center， 就是那个放电视放什么这个录像机啊、录影机啊这些一起的一个的嘛。